好，今天赶快来特别关心到的是东海的火线。我们今天会看到两种的对峙情况，因为来自于中国大陆它的央视的军事频道利剑在这近日特别曝光了多起是有关于等一下会来特别关心到的解放军的战机跟美军的战机在东海近距离对峙的画面，一共是2个。我们今天会来特别关心到的2个画面，首先第一个是歼16战机单机锁定的2架 F-22，再来等一下我们也会来特别解读的是第2个画面。歼20驱离了美军的 F-35，好，分2块。先来关心到第一块，先来看到这个是共军的飞行员李超他驾驶的歼16进行的高难度的一个同滚的机动，那么完成了1对2的摇尾锁定。双方当时根据了解，最近的距离是只有10公尺。大家就在看说，那这一台美军的军机是美军的军机吗？央视没有特别讲，但是呢，从画面上可以看出来就是 F-22。也来关心一下歼16它的特性，具备的是抗干扰能力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可以在复杂电磁环境下面来特别锁定多个目标。所以特别来请教张将军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对峙画面，是真的有可能发生的吗？那么中国大陆的战机又是怎么做到的？我认为这个中国大陆的歼16，它一定是挂了我们讲的红外线感测器，因为这2架的 F-22它是逆中的可能在远端的时候啊，雷达感应不到，但是逆中的飞机它会排热，那这红外线那个歼16挂的是360度，这个红外线感测器哪边热就知道了，你这热跑不掉，抓到热了，对着热就过去，然后呢，那个你一近了，雷达也看到了，目视眼睛也看到了，是这样，先抓热。所以它挂了一个红外线的感测器，这个发挥的功能。然后为什么它要做个同滚呢？因为你要去拦截的时候，速度要快，你不要在空中它就往前，你也往前。如果我们大概是保持100到150公里的接近力，就是说它如果是800，那我就飞到900到950公里时速追过去，一追过去。但是问题是空中没有刹车啊。空中只有减速板啊，那接近力那么大怎么办？你要慢慢减速啊，收油门收下来的时候，还飞机还是换你往前冲啊，没问题，拉起来个同滚，你由向前的向量拉起来变立体的向量，由速度换取高度，但是问题会高度没问题，你一直看到它，你这座舱照永远一直看到它，刚好就是个同滚。那为什么要用右边呢？因为所有的飞机都是右撇子，那我们就向右带最顺的，向右边带，然后看到它这2架。然后又过来，那飞机不会冲出去，一冲出去，你弱点就被人家，你的后6点钟就被人家锁住了嘛，所以一定是一个同滚下来，要同滚，然后看到它，然后就跟它到旁边最近10公尺，是这样的，所以它由动能换取位能，然后也不冲出，然后这个飞行员呢，我认为他是比较资深，他可以判断接近力，因为我们要去拦截飞机的，第一个是拦截角要正确，然后再来是接近力，接近力过大，那你要做一个大同滚。那如果是接近力慢，那你撑多久啊？你慢慢，人家好远呢，你这个速度如果不是比他快100到150公里，那你要拦截半个小时20分钟啊，那早就跑了，是这个样子。所以一定大速度，一大速度完毕的时候又拉起来，所以很老练，就这样的拦截住定住。然后前面我们前面还有个 VVD 啊，马上那个一扣，马上一直在照相，那前面的飞机一直在照相，相控对，所以一回来把影片一 download 下来，大家看。因为现在都有电磁记录啊，你在空中的一切都有，而且歼16它是有源相控这个阵列雷达，所以它这个在近距离的时候还是看得到，它同时可以追踪好几个目标，所以它就2架。那这个美国这2架 F-22是犯了什么错误呢？他们应该保持战术流动队形。你战术流动队形你只能追1架，因为2个是拉开的，大家彼此互相看，你看我看你，然后我也看你的后面有没有，你也看我的后面有没有，很清清楚楚。拉开战术流动队形有这一个，问题是他们是一个我们讲的在30度、60度这个尾椎上面这边飞行，那你知道很容易2架就在一起，你让它在一起就被人家抓到，他们不会机扁编队，因为机扁太密集了，你这更容易被抓，一定是它是个60度控，这个距离只有保持200公尺，那很容易就被人家这个眼目视了，雷达也看到了，然后红外线的感测器也侦测到了。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个战术的一个运用。那美军在这方面，他应该保持战术流动队形，他没有保持战术流动队形，所以2架同时被照进去。因为你是一个疏开编队，很容易被照进去。所以我想是这个从3个方面来看，包含
红外线侦测器，包含拦截角，包含接近率，这个都要搭配，就不是一个完美的拦截，然后也把影像通通download下来，就是回去就回放了，就可以看得出来整个的这个接近的过程，还有任务执行的整个的一贯的作业的情况。好，很精彩，所以这个是来自于这个对，不管是我们的解放军空军要看我们的节目，没错，非常的专业。这个是来自于这个我们的央视特别公布的2个画面的其中一个。那第2个画面，我们等一下请厉将军来帮我们做一下分析，就是歼20驱离这个 F35。那央视是说呢，当时的歼20其实是有支援，是来自于空警500。所以他就启动了这个先行发现、先敌锁定的态势，成功驱离了 F35。这次冲突的时间不知道，但是呢，先前在2022年的时候，时任美国太平洋的空军司令曾经公开表示，F35跟歼20在东海有过近距离的一个接触。厉将军怎么解读？我认为这个既然是美国太平洋司令他自己已经认证了，就应该是确实已经发生过，而不是仅是解放军自己的大内宣。那我认为这整个过程应该这样，我觉得应该是地面的雷达先发现有 F35过来，然后地点在东海。为什么在东海呢？因为美国的 F35战机部署的位置不是大部分都是在琉球群岛上面嘛？我们讲的加索纳空军基地，或者是日本的本岛，所以说我认为在东海发生的几率是比较高。那南海大概美军的 F35，除非说是这个现在好像航母战斗群好像也只有几艘能够带 F35，大部分不能带，所以我认为地点是在东海，确实是很接近的。那美国为什么用这个用 F35这个飞临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临界区呢？我觉得它是来试探中国大陆的反应，到底你的雷达有没有真的有能力侦测到我的5代隐身式战机，所以他用 F35来测试，但是没想到这一过来我想应该整个过程应该地面雷达先发现，因为战机这个如果空警500它除非有状况，不然它不能随时保持在空中预警嘛。所以我觉得地面上面雷达先侦测到以后，当然第一个动作就通知空警500紧急起飞，在空中打开它的电子正位相控雷达来搜索。这个同时应该是歼20也起飞了。所以说，空警500就很容易引导歼20去这个接敌作战整个过程应该这样。但是我觉得这整个意义代表几件事情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解放军地面的雷达它的侦收能力确实有能力可以侦收到这个美国的 F35战机。那我们看到。第二个是整体化作战的体系的能力，由于从印巴空战大概也是这种模式，地面的雷达看到以后通知预警机起飞 ZDK 这个巴基斯坦的预警机，然后再指挥歼10战机发射霹雳15导弹，那击落了阵风战机。我想整个过程大概类似这样，只是说这次没有发射导弹，那代表的解放军来讲的话。这个对于自己海岸线的对空的警戒能力它是有这个能力达到一个整体化作战。我觉得第三个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公布这段2022年的事情，等于将近4年前的事情，这时候公布，我觉得很可能代表歼20是不是要外销了代表我这战机有这个作战能力，可以这个锁定 F35跟 F35对战，那有可能是为外销。那这代表的讯息是什么呢？现在传说出来有3个国家有可能是歼20外销的国家，一个是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因为它本来就是这个重型战斗轰炸机，它用的都是苏式的战机，所以它要转换训练很快。那第二个当然是被美国所管制，他一直想要买 F35，但是美国不能卖给他的中东国家，一个是沙特，一个是阿联酋，这2个国家到现在他们虽然说想要买 F35，但是美国因为以色列的关系不愿意卖给他。好，那现在关键问题来了，为什么这时候就说歼20是大陆这个空军里面最重要核心的战机以前来讲都不太可能，它可以卖歼10，可以卖其他战机，为什么这款战机以前不卖，现在开始要卖？我觉得极可能是歼36跟歼50要出来了，所以它开始可以让歼20开始可以做外销了。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大陆战机推陈出新的速度非常快，除了歼20现在有可能迈向外销的步伐之外，我们也会来看到另外一架，就是它的歼35A了，是不是现在也确定了，已经要大力的来发展它的外交？因为它特别在这个2月份的新加坡的这个航空展上面出现，那中航工业特别就展示了歼35A。我们现在来看到它瞄准的就是这个买不到，或者是觉得
太贵，想要买美国 F-35又没有办法买的这些国家，那这个中国大陆的歼35A 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优势呢？相较于美国，包括它的融资上面确实比较灵活，那政治的限制少，但是它还是有它的弱点，不管是它的软体升级，或者是后续的这个维保的成熟度，都还有待要来持续的检验。再来就是说，它虽然跟美国的价格比最具有优势，但是在东南亚国家，它还有其他的对手，不管是来自于韩国的 FA50，或者是瑞典的施救等，成本还是比较低。那苑老师怎么看？有办法歼35A 打开外销的一个商机吗？办法是有哈，但是军火市场是相对而言是比较困难的。他们困难所面对的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牵涉到军火嘛。比如说，我拿台湾当例子嘛，你只有可能跟美国买军火，你不跟美国买的话呢，以前跟法国买的话呢，一段时间后就无疾而终了嘛。那美国本身高兴不高兴的话呢，你自己都有选择。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李登辉总统跟法国买那个幻象飞机的时候，实在是因为飞行员你的同学掉得太惨了。那我听到那个李总讲的话，不要动四，对吧？就是你现在配，我指的是你身上配的那个勋章，就是 F164的勋章嘛。就真的，我那天看那个数字，1/3的飞行员走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这是第一个，就军火市场你要针对于这个法国打开，然后之后也就没有进一步。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涉及到你的后勤嘛，你后勤习惯性，你不是买个飞机光来个飞机你买160架的话呢，你就光的零件的补充，你不要讲160架飞机了，战斗机，你就讲汽车，那光零件的补充就已经好几个厂房，对不对？所以呢，那个后勤当中的话，那个价钱也是个成本，而且是个关系，而且其实基本上你的国防都已经交在别人手里嘛，要不然你就自己发明嘛。对不对？然后这个第三个部分的话呢，就是大家在竞争当中，原来市场是有一个一定的规格排行，大概是老美第一这个俄国第2然后法国第3然后英国第4什么的然后其实你现在讲的国家就是基本上都是很少，合起来分不到10%，什么韩国瑞典这些就基本上也都算是军火大国了那当然有一定的历史传统，但是他们分配的额度都非常少。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大陆的飞机的优越感，我以前听到大陆的飞机，我在读高中时候还就是什么歼7什么那个时候就沈阳做的沈阳 F6什么那个时候，大陆这个军火飞机的话呢，就靠自己也都不行，因为基本上到了这个歼10的时候，都还是由那个俄罗斯式的飞机是苏凯为主体的这种情况，所以发展时间很短，要取代这个军火市场，一定要拿出很亮眼的成绩那这个歼10 C1的话呢，亮眼是因为去年就是在巴基斯坦把这个印度干掉了不少架飞机，尤其是法国的标风战机。在那种情况下来讲，就是没有这种实战的广告是很难打开军火市场的。好，谢谢苑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